今天呢，我们讲一个在 Flux 纹身图领域非常火的一个模型啊，这个模型呢就是这个小红书真实风格。它呢可以生成非常逼真的这个图片，而且呢具有非常明显的这个网红的风格。那所以说呢，我们可以在很多的社交平台上看到这个 Laura 它生成的很多的图片，但是呢也有很多人反映就是它可能生成不来这种感觉啊，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这个呢我们就给大家实际演示一下啊，怎么用这个 Laura 然后来生成一个非常漂亮的图片，并且呢也有一些高级的用法，希望呢对大家有一些帮助。那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模型的大小呢是164兆，其实比较小的。就是我们一般用 FluxGIM 训练的 Laura 呢，可能是在30多兆，因为我们的那个 rank， 也就是这个矩阵的质呢是4啊，也就是说它出来的这个空间是4×4的嘛，就是这个 Laura 的矩阵是4×4的。那如果你要是164兆呢，就将近是它的4倍还多啊，所以说它应该是在8左右。当然这是我猜啊，就是说这就是为什么它上传的这个 Laura 和你训练出来的 Laura 是不太一样的。那另外的话呢，那我们需要注意一下它使用的一些推荐参数啊，比方说它这采用算法呢用的是 DIS 加上贝塔，采样步数呢建议是30步以上。这个我觉得25步也没有问题，因为就 Flux 在生成图片的时候应该是25步到30步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点，另外就是50步左右有一个比较好的点啊。如果在中间比方40、45步，其实它反而采样的效果不是特别好，这个你还是以最终的效果为准。另外它右边有一个推荐参数啊，这里边也要看一下，你注意它推荐的权重是 0.8， CFJ 呢是1，VE 它是不带的，所以我们掌握一些基本的使用参数就可以。下面呢我们给大家尝试一下，你看一下你为什么生成不出来，到底是哪有问题。那我们进到我们的 ConfigUI 里边，然后我们构建一个 Flux 的基本工作流。在这儿的话呢，我还是像之前那样，因为待会儿我会给大家讲放大啊，所以说可能会用到 CtrlNet， 所以说我把这个顺序呢稍微调整一下，变成这个样子。那为了让它比较直观呢，我们现在它变成这样一个结构啊，就看起来更加规整一点。然后呢，我们这儿加一个采样器，然后我们该连的给它连上。下面呢，我们校正一下参数，这个我们同样采用25步采样 ，CFJ 呢是1。然后你注意采样的方法，我们用的是 DES， 然后这个呢用的是贝塔，别的呢不用去管。下边你要注意，我在这两个中间啊加上一个 Laura， 所以说呢我还是稍微调整一下这个顺序啊。这个呢我们就用的是小红书那个，它的权重呢我们给到 0.8， 那基本上呢就是这么一个结构，非常的简单。下边呢我们就来写这个提示词，提示词呢我就不单独写了啊，那我就挑之前我们用过的一个。那这样我们采用这个啊，就是拥抱阳光的女孩，我们来生成一个，大家看一下这个感觉。那么这个呢其实给我们的感觉就不太好，你也可能感觉不出来它小红书的那个非常精致的那个人物的一个特点啊。那所以说呢，大家用这个 Laura 的时候呢，尽量的不要用风格化特别严重的这种提示词，一般呢我们就是写真类的或者人物描述类的提示词就可以啊。如果你用的是非常具有氛围感的这个提示词，可能就会有一些问题。那我觉得这是很多人做不出来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原因。那我们换一个提示词，大家注意，我们换一个就是女孩旅行的一个照片，那这个就偏向于我们日常的这种 Vlog 风格的。那我们看一下它能不能生成你想要的那个效果。大家看一下啊，这个风格的这种图片呢其实也是不太合适的啊，是因为它是一个人物的全身，所以说呢你看不清这个脸啊，可能你觉得也没有办法体现小红书说的那种感觉。所以说呢第二个你要避免的就是它是一个全身照，那就是说它应该是一个近景嘛，我们再换一个，同样是女孩旅游的照片，现在呢我们写了一下半身照，
而且是黑长直啊，这是头发嘛，然后刮点脸大眼睛，这个肯定会有一个面部特写在里边。那如果我们加了这个之后呢，我们再来看，就是现在我加了半身照啊，并且对于眼睛和脸呢做了细致的描述，这样的话呢，它肯定会把脸放得比较大。那具体的结果是什么样的，我们得看一下。来感觉一下啊，那这个感觉就出来了。我们会发现这个人物的面部可能也会有一些问题啊，但是小红书里边这个感觉基本上是有了的啊。那现在唯一的问题是半身照这个它没有出来，整个的构图呢，其实半身照是没有体现出来的。原因很简单，就是说你这儿虽然说是半身照，但是你对眼睛啊、脸呢做了细致的描述，所以说这个镜头呢就会拉得比较近。那如果你单靠调整提示词去调整这个结果，可能就不太合适啊，或不太容易做到。那我应该怎么办呢？你可以调整一下这个分辨率，比方我把它调一下，我调成720×1280，然后我们再生成一遍。大家看是不是这个感觉就非常明显了啊？你注意啊，按道理来讲呢，就是这个图片应该是需要有一个放大的一个步骤的啊，这个我们待会儿再说。但是你要明白 Flux 并不是一定要生成一个1024以上的一个图片，小一点也是没有问题的啊。比方说我们把它缩小 1.5 倍，这样我们变成540，这样呢我们变成960，同样是9:16。当然它会改成544啊，它可能有一个倍数的一种约束，我们不用去管。如果我们直接来生成，你会发现在构图上不会有问题啊，它只是没有高分辨率的时候那么清楚，这个也不能称之为高分辨率啊。720×1280嘛，这个连2K 都到不了是吧？你叫1K 吗？1K 也够呛。来感觉一下啊，比例有些失调，这个应该是个别现象，或者是这个拍摄角度的问题啊。我们再生成一张，来感觉一下啊，是没有问题的。你放大之后，你可能觉得它不够清楚，这个完全是因为像素点的局限性。这个模型本身并没有要求说一定是1024以上的一个分辨率，所以说我们采用任何一种呢都是可以的。那一般呢，我在进行成品图片的绘制的时候，会采用这样一个比例进行绘制，因为你后边要进行放大和优化。如果我一开始就用720×1280或者是1280×720这样的一种分辨率，你去想我把它扩大2倍，这个可能就很危险啊。所以说呢，如果是540×960，我扩大2倍，它正好是1080×1920，对吧？啊，是这样的一种结构啊。下边我们说一下这个模型的一个高级的用法。那如果你想用这个模型的话呢，其实现在很多人在玩叫 LoRa 的这种合并啊。当然 LoRa 合并指的是我们将2个不同的 LoRa 给它组合在一起，其实就跟你在这儿直接用2个 LoRa 是一样的。那我们加上一个我们之前自己训练的那个 LoRa， 这个权重我建议你可以从 0.5 开始测啊。比方说我们现在是 0.5， 然后别的都不变，我们直接来生成。大家看一下，那这个2个 LoRa 融合在一起呢，你会发现这个人物呢也变得比较漂亮。所以说呢 Flux 里边的 LoRa 融合呢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那为什么它比 SD15 和 SDXL 里边的 LoRa 融合用的更多呢？是因为在 Flux 里边，那我们这个权重是不会冲突的啊。如果你在之前做 SD15 的时候，那你多个 LoRa 进行组合的时候，我们其实有一个潜在的规则，就是我们这个 LoRa 的权重相加呢不能比1大的太多啊，大太多的话呢，这个人就飞了。但是呢，在这个 Flux 里边是没有这个问题的。你会发现我这个是 0.8， 这个是 0.5 啊，现在这个人物呢就非常的漂亮了。我们可以再生成一张，大家看一下。大家看一下啊，现在呢这个人物不能说完全一致啊，因为我的那个 LoRa 是一个一致性人物，其实这个小红书的这个人物呢不能说完全一致啊，它只能说更多的是感觉长得呢不见得一样，它跟你的底膜什么都会有很大的关系。那你看一下，这是 0.5 的感觉。那如果我现在把它调大，我调的再大啊，我调到 0.75 或者 0.7，那在传统的
SD15和 SDXL 里边一般不会这么玩啊，两个 LoRa 一个 0.8 一个 0.7， 后边生成的图片一般就飞了啊，或者要崩了。但是呢，在 Flux 里边的确是没有这样的问题的。那我将我的那个调成 0.7， 那这样呢会让整个生成图片更加倾向于我那个 LoRa， 人物的一致性这个感觉会更强。大家看一下，人物这个一致性的感觉会更强。我们再生成几个，来感受一下，你能不能感觉出来它是同一个人？大家可以感觉出来啊，就是我们大概生成了3、4张，很明显啊，我们能感觉出来它是同一个人。那么所以说呢，你会发现，那之所以在 Flux 里边 LoRa 融合这么好玩，就是因为这个特点。你注意啊，它在这个许可证里边明显说了啊，可以在线生图，但是不能融合啊，也不能出售图片。它肯定是 Flux Dev 生成的嘛，所以说 Flux Dev 它就是这么一个许可的范围啊。有人说不让我融合，那我怎么办？那你很简单啊，你把生成的这个图片自己跑一个 LoRa 就行了。你自己跑出来这个 LoRa 的话呢，其实跟它这个风格也是很像的。当然，你跑的那个也可以尝试把那个 rank 值生成8来试试啊。这是我们说的这个 LoRa 融合的这个事情。那你会发现融合之后呢，其实两个 LoRa 的这个特点都能展现出来，这种轻量的小红书的这种风格呢，也表现得非常的棒。下面呢，我们就来说一下大家比较关心的那个问题，就是放大的问题。现在呢，我这个图片大小就是544×960啊，我可以把它放大成2倍或者放大成1.5倍，这个都可以。你注意啊，不管是宽和高里边那个最小值到不了1024以上啊，你这个高清的这个质感可能是出不来的。我们给大家演示一下。那为了清楚呢，我现在把刚才生成的这个给它种子固定一下，这样的话呢，它就不会重复生成了啊。这样我就可以在底下呢来做一个放大的工作流，我给它起个名字，我们叫 Flux Generator 啊，然后呢给它 set 一下吧。有人说 set node 在哪儿？在这个 KJ node 里边，按道理这个应该是都会装着呢，对吧？我们叫 render image。下边呢，我们做一个放大。放大呢，其实有2种啊。第一种你可以放大图片，第二种也放大浅空间。其实放大浅空间呢，就是我们说那个 high fix 啊，就是什么高清修复那东西。一般呢我们不这样玩啊，一般就是直接放大图片。所以说呢，我们直接 get 一下，我们把它取过来 render image。放大呢，我还是建议大家用这个 mega pixel 这个东西。这样可以保证你放到一个高清的图片的质量啊。我们给它拿过来，用不用模型？这个不用，因为我现在会进行第2步采样啊，所以说这儿没有必要我再进行一个User Shaft 模型进行放大。然后这儿呢，我们给它来一个 1.5倍，它真正出来的大小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是9444×1666啊。那么我们下边呢，给它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放大。放大呢其实很简单，那我们只需要把它 VOE encode， 然后呢我们加一个 keysampler， 这样我们复制一个过来的，调整一下它的位置，方便连线。对啊，这个一定要加上那个 Flux Cadence 那个东西。然后你就要注意的就是这儿这个 denoise， 如果是这种放大，这个 denoise 不能太大啊，0.75 以下吧，大于0.75呢，基本上跟原图差距比较大了。我们先用 0.5 给大家试一下，太小的就会出现马赛克的噪点，因为这个参数是我们复制过来的，所以说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不用去调。现在你注意这个是放大之后的，这个是之前的，很明显啊，这个放大之后呢，这个脸呢就要漂亮很多，还不算特别高清啊，所以说你放大之后，这个眼睛和这个脸呢，还不是说特别的漂亮，你可以放大2倍啊，你要放大2倍的话，它就比较漂亮了啊。但是你注意啊，你放大的倍数越多，你这个降噪的系数呢就需要调的越大，要不然的话呢，可能它就会出现不清楚的这种情况。这是 0.5 的情况啊，我们可以把它调大。我们调成 0.75， 你注意，其实这个也能看出来它不是完全一样啊，
是有细微差别的，只是这种差别的可能用肉眼去捕捉不太容易捕捉到，但你要是 0.75 这个差别就比较大。大家看一下，这是 0.75 的时候，这个人物的面部很明显啊，像这个墙的这个地方，包括人的这个地方已经有了明显的改善了啊。而且呢，你可以把这儿放到2倍啊，2倍它就会变得很清楚了。当然，采样的速度呢会变得很慢。我们试一下。大家看一下，这是2倍的时候，当我放这么大的时候，这个眼睛还是比较清楚的啊。而且呢，这种清晰程度和对比度呢，应该说都是比较明显的。你注意这个女孩的酒窝地方。当然，其实你可以在放大的时候适当的降低这个 flux guidance， 比方说我来到 3.0 或者是 2.5， 为了清楚呢，我们来一个 2.0， 你感觉一下啊，还是2倍吧啊，因为要是 1.5 倍的时候可能不那么明显啊，2倍的时候很明显，我们能感觉出来它们之间的这种清晰度、对比度和色彩的饱和度都是有差距的。大家感觉一下，就是它就没有刚才那么的硬，但是这种塑料和朦胧的质感呢就更多一点啊，这个你就自己掌握就行。注意啊， 2.0 有点小啊，因为我刚才也说了，是让你明显的感觉它有什么不一样。但是 3.5 的确有的时候有点过，你知道可以通过这儿去调整就行。下面呢，我们说一个大家容易犯的一个误区啊，有人说，那你这个放大为什么这么简单？你为什么没有保持一致性？你注意啊，放大分2种，第一种呢，就是你有一个原图，比方说别人给你这样一张图片，你把它去放大，那你需要最大程度的保持它的一致性，所以说呢，我们会用很多的手段来保证生成后和生成之前的图片呢是一样的。而你这种呢，其实更多的叫修复，那也就是说你这个和这个有多大差距，其实没有人去较这个真儿啊，因为大家最终看的就是这张图片，可能看不到这张，没有办法去评判说这个和这个相似度是多少才能说明这个质量更高，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标准。这个标准呢，是你自己给自己画的一条存在的这种线啊。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在真正的情景下边保持一致性，并不是说在任何放大里边都需要。那么像这种呢，它其实是不用的啊。当然你得知道怎么去保证它的一致性。那么保证一致性呢，当然我们有2种方法啊。第一种呢，你可以用 tile 去保证；第二种呢，我们可以用这个 upscale 这个模型直接去保证，都行。当然指的都是 ControlNet。这儿呢，我就简单的给大家演示一下就可以。那下边呢，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怎么去做。我先把这个调小啊，因为太大的话，你到时候跑不动。这个已经跑得很慢了，我再加 ControlNet 更跑不动了啊。那么所以说呢，我们现在呢来加一个 ControlNet。那我们先把能连的给它连上啊，大家注意，正向提示词、反向提示词，我们就放这儿吧。然后呢，这样我们给它连回去。反向提示词，其实这个反向提示词你连不连都行啊，你用这儿连也没有问题啊，因为反向提示词在 Flux 里边其实不大起作用的，对吧？然后你要注意，我们现在用的这个模型是 Flux 里边的 Upscale 这个模型，这个是专门用放大的，强度呢你可以给到1，当然你可以适当的低一点，比方你给 0.75 这也可以啊。我们先给1来看一下效果。关键是这个图片是什么？你注意，图片就是我们生成出来的原图啊。然后呢，这个 VE 的话呢是需要给它连上的，你要不连的话呢，它可能会有问题啊。所以说呢，我们把 VE 给它连上。别的根本不用去动，你要注意，加了 ControlNet 之后，你这个 Denoise 一般情况下是直接给1的，那你必须进行一个全量的噪点消除啊，不能像重绘或者是修复一样给到 0.75 0.5 这样的做法是不行的，因为你其实内部绘制和一致性是靠整个的 ControlNet 来保证的，所以说呢，你得让它整个的能力发挥出来啊。然后呢，我们来跑一下，大家感觉一下。
大家看一下啊，用这种方法呢，我们就可以极大程度的保持它们俩的一致性。当然呢，也会有细微的差别啊。而且呢，经过 ControlNet 放大之后的这个效果呢，你会发现啊，它可能会有一些噪点出现啊，因为你开的太猛了，你可以适当的再减少一点。再给大家强调一下啊，就是在生图的时候，这个操作是不必要的。有时候我就喜欢，那属于个人喜好的问题啊。就是如果你是生个图，然后把它放大，你就直接放大就行。它和原图有一些差别，这个没有关系啊，因为并没有人去较真儿说这张图和这张图一定要一样，对吧？所以说把这个思路捋清楚。那希望通过这个视频呢，大家能够掌握这个小红书的这个 LoRa 还怎么去用，然后也能生成你自己的这个虚拟的网红。好，今天呢我们就聊这么多，关注我，做一个懂爱的人。